参观了帝王谷之后，接下来的一个参观的地方就是 Hatshepsut 的神庙。那个神庙离帝王谷非常近，我们乘电车很快就到达了。它这个神庙是 Hatshepsut 在世的时候自己建的。Hatshepsut 这个人也是非常的富有传奇色彩，她是Thutmose I 的女儿，然后完了嫁给了他的王兄Thutmose II 作为妻子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他们就是近亲结婚了。Thutmose II 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啊，他们反正说是 brother。其实你看一下古埃及王族成员之间的关系，就会发现他们经常是近亲结婚的，经常是兄弟和姐妹之间结婚。可能是因为想保持这个血统的纯正吧，他们就是说不近亲结婚，反倒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。Thutmose II，他这个人就是身体不好，后来就英年早逝了。在他快过世的时候，因为他和Hatshepsut 没有儿子，所以就过继了一个侄子 Thutmose III 作为他们的继子。那时候那个 Thutmose III 才2岁，所以 Thutmose II 过世之后 Hatshepsut 就成为了摄政王。然后这摄政就摄政了7年时间，直到 Thutmose III 9岁。在这个时候Hatshepsut 他就自己宣告成为了法老。Hatshepsut 他在位的时候是古埃及比较繁荣也比较和平的一个时期，所以他就有财力也有精力，建造了很多一直保持到现在的宏大的一些建筑，其中之一就是今天我们这要看的他的自己的一个神庙。古埃及的法老都自称是天上的神，在人世间的代表，所以的话，他这个神庙是祭奉Hatshepsut 在天上的那个对应的神的。但是 Hatshepsut 他自己的木乃伊并没有埋葬在左近，而是埋葬在了帝王谷，因为他在位的时候往往是以男人自居，甚至装扮都是像男人那样子看齐。她是在她老公还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她自己的墓穴了，然后她是在她的父王Thutmose I的墓穴旁边又开了一个墓穴，存放他自己的以后死了之后的木乃伊。但是他死后就是他的那个墓穴给破坏得很厉害。据考证，他的木乃伊后来是被移到了旁边一个存放他4女木乃伊的一个墓穴之内。然后完了，之所以是后来是认为那个侍女她旁边的木乃伊就是她，是因为那个木乃伊的那个牙齿缺了一块，而且在旁边的话有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一颗掉下来的一个臼齿，然后摸盒外面写着是Hatshepsut。但是这个都是后来历史学家和埃及学家的一个猜测。最新的猜测是说，那个也不一定是 Hatshepsut 的木乃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说是那个木乃伊所缺的那个臼齿是下齿，但是最后是经过反复研究，那个在盒子里的那个臼齿是上臼齿。因为很多人都反对把这个牙齿拿来做 DNA 化验，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也还是个悬案。补充一下，因为做 DNA 化验是要把那个牙齿破坏掉的，所以的话那些古埃及学家就都反对做这个试验。Hatshepsut 在位的时候，其实他的执政能力还是挺不错的。他加强了和周边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一有贸易，那个战争就是比较少发生了嘛。然后他除了建造这个神庙之外，还扩建了那个加纳克神庙。那个加纳克神庙，明天我们会去看那个真是非常宏伟，让人惊叹不已的一个大型的室外建筑群。她是古埃及历史上第2个女法老，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有实权的女法老。
为了在一众男性为主的政治体系当中服众，他是往往以男性的面貌示人，行事作风也是模仿男性。在导游的带领下，我们顺着这个走道往前走去，一路上导游就滔滔不绝地在那里讲述Hatshepsut 的一些传奇和故事。他的其身后事还是挺凄惨的，因为他的孙子 Amenhotep II 不喜欢他。在 Hatshepsut 死后，他的儿子 Thutmose III 还接着当了法老相当长一段时间，然后Thutmose III 死后，由他自己的儿子 Amenhotep II 来继承嘛。但这个 Amenhotep II 继承了这法老的王位之后，他就下令把有关于 Hatshepsut 的很多的塑像、岩刻、岩画都摧毁掉，因为古埃及人是以这些东西来记录他们的历史的，不像我们以前是用那个白纸黑字，或者是用那个竹简以文字的那个形式来记录。所以的话 Amenhotep II 的话就是想把 Hatshepsut 从历史上抹去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神庙看那些壁画，还有一些壁刻，看到很漂亮的那些关于鸟兽一些场景的描绘，但是旁边经常是看到一大片空白的地方，那个些地方其实当初是 Hatshepsut 的形象的描绘，但是因为他的孙子 Amenhotep II把他这个图像给抹去了，所以现在也就看不到了。有些文字记录也是如此，比如说现在屏幕上放的这个柱子的岩刻，看到上面那个被挖掉的地方没有？那个原来应该就是 Hatshepsut 的名字。然后现在屏幕上放的这个壁画也是，看到第一幅壁画那个右下面那个被破坏掉的，以及是第二个壁画左下面方被破坏掉的那个大片的面积没有，那个应该原来就是 Hatshepsut 的一个形象。参观了神庙，下一个参观点就是皇后谷 Valley of the Queens。然后在这个两者之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墓葬群，那些都是一些工匠或者是当时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坟墓，现在已经是只剩下一些废墟了。走过这个区之后，很快就来到了皇后谷。皇后谷的参观的人没有帝王谷那边那么多，我们选了几个比较大的皇后的陵墓看了一下，但是总体而言的话，这边陵墓的整个的布置、壁画之类的都不如帝王谷的陵墓，很多壁画都比较粗糙。我们匆匆看了看，然后这里头有一个陵墓是一个例外，是比较特别的，那就是 Nefertari 的陵墓。这个陵墓其豪华程度可以让所有的其他的陵墓都黯然逊色，而且它的保护的状态非常好，就是里面很少有剥落的会被破坏的迹象。Nefertari 是古埃及19帝国的法老 Ramses II 拉姆西斯二世的王后。拉姆西斯二世是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。据考证 Nefertari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皇族血统的。我之前也说过，在古埃及皇族内部的人通婚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这个 Nefertari 据说是不是皇族，所以可见拉姆西斯二世当时是非常喜欢他，才娶了他。而且据说 Nefertari 他本人也是受过很高的教育，博学多才，而且掌握了当时只有很少人会的一种语言，所以在当时担负起了古埃及和周围一些国家外交上的往来，因为外交往来当时是要写很多信的，所以这个任务当时 Nefertari 就担起来了。结束了一天的参观，我们回民宿的路上买了一些鸡蛋和当地的米，晚上熬了香香的一锅粥。我昨天不是在吉萨金字塔吐了吗？所以今天一整天其实肠胃还是不舒服，所以中午也没有吃什么东西。所以到了晚上，这一锅香喷喷的粥就成了我的恩物了，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香甜的粥。